新鬼，卖假药，药坑街坊，还有脸收钱？呸！沈烨，前天这副药还是15块，今天怎么变成17了？涨2块钱，你穷疯了！小沈大夫心变坏了，学会坐地起价了。大娘，南方暴雨导致产地被淹，药材批发价昨晚翻了3倍，我只加了2块钱，连熬药炭火钱都在倒贴。贴板儿，呸！你不赚钱开门抓药图啥？少装大善人！当年你饿肚子，全村谁没给你半个馒头？现在发了惨怪系乡亲们的血！就是黑心商滚出大河树村。那天，这3年来，我每天凌晨4点上山采药，风雨无阻，遇到困难户甚至分文不取。结果仅仅因为2块钱的保本涨价，这群人就翻脸不认人。乡亲们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我这当大伯的，瞅见沈烨这么不懂事儿，这张老脸都红透了。大富，你来的正好，你这好侄儿连大家的救命钱都宰。沈烨，你医德败坏，是在丢尽沈家老祖宗的脸。那大伯觉得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这医馆是村里的地界，不能让你一个人占着。从明天起，清风堂交给我接管，我给大家伙降到14块，你立刻给我收拾东西滚蛋！成茶不够爷们儿，黑心沈烨快滚！沈烨啊，沈烨，不是不做大伯的说你，咱们沈家在大槐树村行医3代，讲究的就是医者仁心。你今天这么干，是把沈家的祖传名声往泥沟里踩啊！大伯，别绕弯子了。我爹妈刚走那会儿，怎么不见你来讲长辈仁心？现在盯着这间医馆，嫌吃相不够难堪吗？混账东西，怎么跟长辈说话呢？我这是为了全村人的死活着想。你看看外面民怨沸腾，你德不配位，根本不配坐在这个诊位上。爸，跟他废什么话？这医馆占的是村集体的地皮，他既然不守村里的规矩，那就得把地方让出来，让真正有能耐、有良心的人来造福乡亲。大富哥说的对，让成才来管，成才心眼好，肯定不坑咱们。他等这一天已经等了3年，只要把沈烨赶走，这间日进斗金的祖传医馆就是他们父子俩的摇钱树。乡亲们，静一静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专程从城里请来的名医贾仁道贾神医。无量天尊，老夫行医大半生，最看不惯的就是某些年轻后辈打着中医旗号谋取暴利，医者当以济世为怀。贾神医，那您要是接管了医馆，这药钱……老夫保证，只要老夫坐诊，所有药方一律14块钱，哪怕老夫自己贴路费、贴药材钱，也绝不让大槐树村的乡亲多花1分冤枉钱。听听，什么叫神医？沈烨，你看看人家贾神医的格局，你那17块钱的黑心药留着给自己吃吧。他心里比谁都清楚，中药材的进价摆在那里，14块钱连最基本的黄芪当参都买不来，除去人工和损耗，除非用劣质的霉变药渣或者重金属超标的垃圾原料，否则根本不可能做出来。但这群村民已经彻底瞎了眼，他们只看得到便宜了3块钱，哪管药里卖的是救命良方还是催命毒药。行，既然大家都觉得我沈烨在挖坑害你，觉得他能大家无冲场治病，这清风堂我今天不待了。哎，你干嘛呢？谁让你带走这些东西的？放下！这是我自己上个月花了2000块钱从省城买来的紫砂恒温熬药壶，凭什么留下？乡亲们快来看啊！黑心沈烨要卷走医馆的公产了！这清风堂在村里开了这么多年，里面的每一样东西都是用大家伙的血汗钱置办的。阿叶，做人要讲良心。当年你爸妈下葬，村里人没少出力，你在这白用了3年医馆地皮，1分钱摊位费没交过，这壶和里面的药具就当是抵扣村里的地租了。就是，这是村里的公产，不能让他带走。指不定这里面还藏着什么值钱的百年野山参呢。都给我住手！沈烨，你疯了！这是搞破坏！我沈烨自己采的药，自己买的剧，我宁可当场砸了喂狗，也绝不给畜生留下哪怕1星半点。沈大富、沈成才，从今往后，沈家没有你们这2个亲戚，还有你们这群乡亲，
以后想吃14块钱的便宜药，尽管去找假神医。哪天要是吃出了毛病，谁要是来求我沈烨看眼病，谁就是孙子。叶哥，村里那帮人全瞎了眼！你这3年为了照顾大家，连个新衣服都舍不得买，他们竟然这么戳你的脊梁骨！大不了俺不种田了，陪你去镇上重新开家药铺。去镇上？不，二铁，我哪儿都不去。看到这片白云山谷了吗？叶哥，这后山的药王谷可是出了名的死谷啊！那地底出来的冷泉水冰得刺骨，连杂草都长不旺。大家都说这水里有毒气。那是因为他们不懂这冷泉水的习性。这里的冷泉水常年保持在14度，富含矿物质，只是底层缺氧且寒流过高。只要经过特殊处理，这里就是培育顶级高山草药的天然圣地。叶哥，你没开玩笑吧？这3年我守着清风堂，是为了报答当年那些乡亲的情分。现在他们亲手把最后一丝念想斩断了。既然沈成才和贾仁道想玩，我就陪他们玩场大的。阿叶，哎呀，中午清风堂发生的事儿，我都听说了。大富这人钻进钱眼里了，成才更是个没轻没重的浑人，你别跟他们一般见识。村长，过去的事儿不用提了，我今天来找你是来办正事的。你要是还想在村里行医，回头跟大富做工作，在大槐树西头村口再给你批块地皮，支个临时药棚。不，我不行医了，我要承包后山那片荒废的药王谷。沈烨，你受的刺激太重，脑子烧糊涂了吧？那地方路都没通，全是悬崖峭壁。以前镇上大老板砸了10几万种黄谷，结果3天药苗全死光了，那是口死谷啊！我知道以前为什么种不活，但我有我的办法。村长，你就说这地村里租不租吧？阿叶，那地方荒了10几年，你要租，村里自然乐意。但咱们把丑话说在前头，白纸黑字签了合同，要是亏得裤子都不剩，你可别找村委会哭天喊地。开价吧。药王谷面积虽然大，但全是废地。按照村里的规矩，1年1万，最少5年起租。沈烨，这5万块钱，你现在拿得出来吗？别是跟哥开玩笑呢吧？这里是6万，5年租金，剩下1万算是我预付给村里的路面清洗费。会计，打印合同吧。成，我现在就给你打印合同。阿叶，合同一签，白纸黑字，这钱可就进了村集体的账，你绝真退不再想想。村长，多谢提醒。不过你很快就会发现，这6万块是你们村委会这辈子赚的最心惊肉跳的一笔钱。哟，这不是咱们清风堂曾经的沈大夫吗？怎么刚被赶出来，就迫不及待跑来村委会要饭吃了？让开，别挡道。哈哈，大家快来看啊！沈烨包了后山的死药谷。阿叶，你包了后山药王谷，你脑子真被驴踢了。那地方连野草都长不活，你打算在里面给自己挖个坑埋了？阿叶，人贵有自知之明，你也就是个抓药的命，想搞中药种植，你以为你是农业专家呀？听哥一句劝，赶紧把合同撕了，回医馆给贾神医打个下手，哥1天给你50块，管你饱饭，怎么样？沈成才，明天你的新药铺记得按时开张，可千万别倒闭了。呸！老子明天就拉来城里最好的成药，你就守着你那臭山谷等死吧！叶哥，你歇会儿吧，这肩膀都渗血了，铁打汉子也扛不住这么熬啊！不能歇，冷泉水的酸碱度今天必须调完。第一批野生黄连和柴胡苗明早就要运到。成才真是大好人啊！这药
药抓的真扎实，比沈烨那黑心鬼强100倍。那当然，乡亲们放心，有我沈成才在，绝不让大家多花冤枉钱。贾老板，您这药真的没问题吧？放心，都是正规渠道，绝对安全。爹，不对啊，城里正规草药的批发价昨晚又涨了，咱们卖14块一副，算上运费和损耗，这一天下来，咱们倒赔了快2000块。爸，这样下去绝对不行！今天镇上的药材商又退款了，这一周咱们为了跟沈烨以前的价格死磕，已经倒贴了快8000块。慌什么？没出息的东西！沈烨那小子以前能赚钱，是因为他自己上山采药不要本钱。咱们开门做生意，脑子得变通。变通？怎么变通？现在村民们天天盯着14块一副的价格，要是涨1毛钱，那帮墙头草能把咱们店砸了。我让贾大夫联系了城西的一家地下加工厂，他们手里有大批谋建的药渣，还有一些垃圾原料，这些东西价格连正规药材的1成不到。爸，这药给人吃了，万一吃出人命来怎么办？咱们的名声可就彻底砸了。呸！你懂个屁！中药讲究个良药苦口，那些药渣加点黄连和苦参，熬出来一样的颜色，谁能分得清是谋变还是药效？再说了，大槐树村这帮穷鬼只认便宜不认命，吃不死人就行。成，明天我就去拉货，把这些垃圾药渣掺在好药里卖，把亏掉的钱加倍赚回来。叶哥，神了！你快看，这批野生柴胡和黄连的叶子全舒展开了，这长势比在老医馆后院快了1倍不止啊！冷泉水常年14度，地底矿物质丰富，只要解决了底层缺氧和酸碱生衡的问题，这里就是草药的聚宝盆。在激流和低温刺激下，药材为了御寒会疯狂积蓄药效，这种品质远超普通人工养殖。以前村里人都说这里是客死伤人的死谷，现在看这成色，我看城里的药商来了得抢破头。村里人怎么传不用管，沈成才他们应该已经开始用劣质药渣替代了，用不了多久，山下的药铺就会热闹起来。活该，让他们贪便宜，让他们冤枉叶哥。等咱们这批顶级纯净草药出谷，馋死他们。不急，这叫降维打击。卖给村民是赚个辛苦钱，我的目标是城里不差钱的高端私立医院，让山下那些自私的人继续在便宜的泥潭里打滚吧。沈成才，你个丧尽天良的黑心鬼，给老娘滚出来！马大娘，你大清早发什么疯？这14块一副的良心药，全镇你上哪儿找去？嫌味儿大你就别喝！我呸！良心药！我孙子昨天喝了你抓的止咳药，半夜就开始上吐下泻，拉出来的全是绿水，到现在烧到39度还没退。你这药里是不是掺了毒砒霜？大娘，你这话说的可就不讲理了。小孩子拉肚子那是着凉了，别什么盆子都往我药铺身上扣。买药的时候可是活生生的草药，拿回家吃出问题来能赖我？哎呦我的天老爷呀！当初沈烨在的时候，就算药价涨了，他也会细心嘱咐怎么煎，药味清香，吃一副病就好了。我真是猪油蒙了心，觉得你沈成才厚道，结果你差点害死我孙子呀！是啊，成才，我这2天吃你的风寒药，肚子也总是隐隐作痛。这药渣里怎么还有发霉的毛毛啊？爱买不买，闲不赶紧去后山找那个疯子沈烨买他的天价药啊！看他那死骨能不能变出仙丹来！走走走，别耽误做生意。爸，纸快包不住火了。今天不止马大娘，好几个老家伙都来闹，说喝了药肚子疼。再这么下去，村长肯定要介入调查了。慌什么？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他们不是肚子疼拉肚子吗？那是肠胃受不了霉菌的反应。这是老子专门搞来的止痛剂和强力止血粉，只要把这东西加进药剂里，不管他们喝了药身体烂成什么样，神经被麻痹了，当场就不会觉得疼，也不会再拉肚子。爸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能行吗？这可是大剂量的激素加进中药里，这不是科技与狠活吗？只要这2天瞒过去，咱们把手里的木变药渣全卖光，就能净赚2万块。到时候名声也有了，钱也到手了。至于那些穷鬼以后身体会不会衰竭，跟咱们有什么关系？是他们自己求着要买便宜药的。
他是江海市最大顶奢私立医院的餐饮与药剂采购部总监江总监。沈烨，这就是你电话里说的纯净草药基地。这种穷山恶水，能长出什么高规格的药材？江总监，既然来了，就请用事实说话。二铁，起一株3年生的野生黄连。江总监，您过目。这株黄连鳞片完整，根基坚实硬朗，更难得的是长在野外之地，完全没有泥土的腥腐气息，只剩醇厚正宗的药味。江总监可以当场切片，我这药王谷的药材常年用14度的纯净冷泉水灌灌，经过严格的控温与爆气。如果查出一丁点霉菌、重金属或者农药残留，我这一股的药分文不取，合同当场作废。好，这肉质紧实度，里面的活性成分起码比市面上的温室大棚货高出30%，比起长白山深处的野生货也不遑多让。沈烨，之前说好的1斤80块，我做主直接给你涨到100块，但你必须向我保证，这种品质的冷泉纯净草药每个月优先供应我们医院，绝不能卖给我们的竞争对手豪门私立医院。成交。沈专家，这是第一批药材的定金，整100万，后续只要品质稳住，我们医院全量包销。100万！天爷啊，俺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！叶哥，咱们发财了！江总监爽快，我这里的纯净草药在冷泉里泡过，药效强，纯度高，绝不会让贵院失望。沈老弟，以前那些温室大棚出来的烂药，简直就是在糊弄鬼。你这药王谷的药才是真正能救命的宝贝。这100万你拿的当之无愧。100万只是个开始，沈成才，你们父子俩以为霸占了清风堂就能坐地生财，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天气。哎呦妈呀，这大车得值110万吧？怎么冲着后山药王谷去了？快看，副驾驶上坐着的不是被赶走的沈烨吗？后山的死谷真的出药了，城里的大医院还亲自开车来接，这怎么可能啊？肯定是找了群演员来骗人的。那死谷里的水有毒，种出来的药也是毒药。成才，明天开始把药价再降2块。老子就不信他们能放着12块钱的便宜药不买，去买他的天价货。咱们跟他死磕到底！小沈大夫，沈医，求求你救救我家小宝吧，他中了重金属的毒。县里的医生说，只有你这里的草药当药引子才能治好啊！马大娘，你是不是记错人了？半个月前，在大槐树下，你可是当着全村人的面指着我的鼻子骂我心黑透，说我发财了反过来吸同乡的血。大妈当时是被猪油蒙了心啊！沈烨，小宝才5岁，他是无辜的呀！你看看，是舍俺们几钱纯净药材吗？我这药是供应城里5星级私立医院的，1斤100块，成本在这放着。大妈，生意就是生意，你嫌我的药贵？村口12块1副的良心药，沈成才那儿多的是，请回吧。沈烨，大家都是乡亲，你当真要见死不救？你眼里还有没有一点医德？医德？你们强抢我医馆砸碎我熬药壶的时候，怎么不谈医德？二铁、宋克，谁要是敢跨进谷里一步，直接乱棍打出去！二铁，把大药送去马大娘家里，他们虽然恶劣，但孩子是无辜的。叶哥，放心吧，保证送到。沈大夫、沈成才，你们2个吃人肉不吐骨头的畜生，给老子滚出来！退钱，赔医药费！我爹喝了你们的药，现在肾衰竭，在医院抢救。你们卖的是假药，是砒霜，你们丧尽天良！村长，这不关我的事儿啊，药是假人道配的。他昨晚听说有人住院，连夜卷着大家的药钱跑路了啊！解释个鬼！县卫生局的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，你们在药里掺了超标100倍的重金属药渣和大剂量西药激素，你们这是故意投毒，是谋杀！查封惠民药铺，立刻停业，限期3天，把受害村民的20万抢救费补齐，否则立刻移交法办，让你们坐一辈子牢。爸，全完了，村里人要活剥了咱们，凭什么沈烨在山上吃香的喝辣的，豪车接送，咱们却要像狗一样去坐牢？这都是沈烨那个丧门星害的，
要不是他涨价，咱们怎么会接手医馆？要不是他弄出什么纯净冷泉药，咱们的药铺怎么会走投无路？爸，你是说咱们去？他不让咱们活，那大家都别想好过。药王谷的冷泉眼是他的命根子，只要把这药倒进上游的进水口，他那几万斤顶级草药半小时内全得枯死绝种。对，等城里的私立医院发现他的药有剧毒，那大老板能活撕了他，大不了大家一起死。鉴于沈大富、沈成才父子使用假药，情节极其恶劣，即日起永久驱逐出大槐树村集市，取消一切村集体福利，限期3日补齐受害村民抢救医药费，否则直接法办。村长，出大事了！城里的几个蔬菜批发商和粮食贩子刚才全打来电话，说听闻咱们大槐树村出过科技毒药，连带着怀疑咱们村的水土有毒，下半年的蔬菜和粮食他们一斤也不收了。他们说，除非咱们能证明村里的东西没问题，否则以后再也不来了。这可怎么办啊？我家地里还烂着5亩高山白白菜呢，这要是没人收，今年全家都得喝西北风啊！爸，咱们真要这么干？这可是百草坤啊！要是倒进去，沈烨那一股的药材半个小时就能死绝，但要是被抓住了，咱们可是要判死刑的啊！不这么干，咱们拿什么赔那20万的医药费？现在村里把咱们当瘟神，连路边的狗都敢冲老子叫2声。沈烨那小畜生现在开着皮卡，城里的大老板排着队给他送钱，凭什么咱们要像狗一样去坐牢？对，他不让咱们活，那大家都别想好过，把他的药全毒死。看他怎么跟私立院交代。沈烨，你去死吧！明天一早，老子要亲眼看着你跪在乱石滩上哭。二铁，要是看到有人来搞破坏，千万别当场打草惊蛇，一切听我指挥。叶哥，沈大富和沈成才那2个畜生，他们真的下药了！俺亲眼看见他们把好几大壶农药倒进了主进水口，那味道隔着10几米都能闻到，肯定是百草鬼那一类的狠药。咱们赶紧报警，不然那一股的纯净药材全完了。大奎哥，别慌，监控拍得清楚吗？拍得清清楚楚，那个红点一直亮着呢，绝对把他们那2张老脸全录进去了。咱们之前装的自动感应分流阀没有白费，只要水里的化学毒素超标，主进水口会在1秒钟内自动锁死，所有的毒水都会被强制引向后面的封闭排污区，根本进不了药田。叶哥，你是说药材没事儿？那咱们现在就去抓他们现行？不急。可是不，明早该干嘛干嘛，千万别露出破绽。他们既然想看老子破产，那明天一早，老子就请全村人上山，给他们父子俩搭一个最隆重的戏台，让他们亲眼看看什么叫自作自受，万劫不复。哟，成才，今儿个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穿这么利索，是哪家姑娘瞎了眼，瞧上你这个卖科技毒药的绝户啦？20万医药凑齐了没有啊？老太婆，你少在老子面前装蒜！你信不信，今儿个晌午还没到，这大槐树村就得出件天大的喜事儿！某些自以为发了大财的黑心鬼，今天他的命根子就得全翻白肚皮！成才，你大清早在这发什么羊癫疯呢？什么死不死的？乡亲们，实不相瞒，沈烨昨晚托人给村委会传话，说今天请全村合作社的人集体去后山药王谷看冷泉药材出谷。你们要是闲着没事儿，也跟着去见识见识呗。
二铁，还得麻烦你跑一趟了，把这个 U 盘交给警方，这里面是他们投毒的证据。村长，如果是沈大富父子让你来求情的，你可以请回了。沈爷，不，阿爷哪能啊？那2个畜生罪有应得，我是为了全村几百号人的活路，代表大家伙来求你的。为全村求我。当初他们在清风堂指着我鼻子骂我吸血鬼的时候，你这个当村长的可是坐在办公室里抽烟喝茶呢。阿爷，算叔求你了，咱们村好几户都中了毒，为了看病全家都掏空了。而且现在城里的货车不进村，收光全要烂在地里。大家伙现在都念着你的好，后悔当初被猪油蒙了心啊！想要我出手救大福树村，可以，但我沈业开的是企业，不是慈善机构。想要合作，必须按我的规矩来。成，只要你肯带大家伙干，什么规矩都成。签合同之前，听好我的3个条件，能接受的按手印，不能接受的现在就走。第一，成立大槐树村中药材农业生态合作社，我沈业个人必须占有51%的绝对控股权，所有的种植流程、冷泉调节技术、销售渠道必须全部由我一个人说了算。谁要是敢私下搞以前科技与狠活那一套，哪怕只有1次，我直接让他赔到倾家荡产、牢底坐穿。好，我们签。第二，合作社未来利润的30%，1分钱也不准发给个人，必须全部锁死在工龄账户上，用于修缮村里的柏油路、安装太阳能路灯、翻新老年活动中心。我要的是整个大槐树村产业升级，不是用我的钱去养出一群只知道张嘴要饭的巨婴。签，沈大夫这是为了子孙后代好，我们认。第三，合作社的社员名单里绝对不能出现沈大富和沈成才这一家子，只要我发现谁在私底下接济他，或者把合作社的技术物资倒腾给他们，我立刻撤资。带着医院的订单回白云山，让你们继续烂在泥潭里。阿爷，大妈以前真不是东西，竟然帮着外人来戳你的脊梁骨。你救了小宝的命，以后你就是俺家的大恩人，谁敢在背后嚼你的舌根，俺第一个不同意。阿姨，以后你让俺往东，俺绝不往西。手印按了，合同就生效了。大槐树村丢掉的名声，从今天起我会一片一片给你们捡回来。但要是让我发现谁的手脚不干净，清风堂的废墟就是你们明天的下场。这世间的正道，终归是大放光明。